猛哥有猛料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猛。前段时间呢，编剧谷二在网络上公开发声，控诉知名导演王家卫在电视剧《黄花》的创作过程中剥夺其创作成果，压榨员工。谷二称自己曾深度参与该剧的编剧工作，为剧中多条关键情节线贡献了核心创意，并提供了几段与王家卫编剧情文、讨论剧本的会议录音作为证据。在曝光的录音中王家卫直言：长篇呢是一个很装的。阴阳同体，不是省油的灯啊。此外，谷二兼任了王家卫的生活助理，月薪却仅只有3000元，因自费收集资料、交通等开销，实际收入所剩无几。在剧组工作期间，谷二因身体的不适，告诉王家卫自己得了罕见病。没等话说完，王家卫却倒退几步，反问道：“你想问我要什么？”可以说是十分让人寒心。晴雯对于剧中重要的炒股剧情一问三不知，谷二则对答如流。而谷二最终署名仅被列为前期责任编辑，实际上未获得编剧署名，甚至没有获得编剧的报酬。随着舆论发酵，华华剧组和编剧晴雯纷纷发文，而处于风暴中心的王家卫却始终保持沉默。一直以来圈内人对王家卫的评价始终是两极分化。蔡澜曾直言王家卫太自私。王家卫作品有多少个人死在你脚下呀？有多少个老板亏本啊？有多少人在支持你才会成为王家卫作品？你如果太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话，你不要拍电影，因为电影不可能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团体创作。对，大家都有功劳的。这番评论和王晶的调侃如出一辙。有多少老板亏本？有多少人支持你才成为王家卫的作品？王家卫不但饿死剪辑师，更会饿死老板。更有一位台湾女配音演员在《康熙来了》中爆料，她入组王家卫电影后，王家卫第一个要求就是让她发出一些不可描述的声音。你是个很强势的喘息声音，跟下面不一样。如果刚才说的已经让你们惊掉下巴，那么接下来的爆料可以说是王家卫无论如何也洗不掉的黑历史。2011年，一位出差到陕西榆林的游客无意中翻开了当地的市志，在第45页看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记载。1993年，王家卫在陕西榆林拍摄《东邪西毒》时，剧组的16个人和7名暗娼因嫖娼被抓，只是因为当时网络不发达，媒体的跟进报道很少，所以草草了事。但因为这件事太过猎奇，被当地人记录到了1996年版榆林市志里。这还没说完，陆一门发酵不久，11月3日，向太郎又站出来火上浇油。观众看到呢，只是他的作品，可是背后的东西呢，你们大家不了解。他刻薄人家，就是他不敢拍多久，你做这个美术指导、服装造型，就是那一份钱，他不会多给你。刻薄员工放出来那个录音，那也是刻薄嘛。然而，这位让无数人头痛的导演，却让张曼玉、梁朝伟、林青霞等一众港星不顾票房花条路参演其电影，也让导演李安公开坦言，在我这辈导演里，真正的天才是王家卫。这种矛盾性也贯穿了王家卫的创作生涯，从《旺角卡门》到《繁花》，王家卫构建了独特的艺术宇宙，同时他也背负着叫好不叫座的评价。但无论如何，在香港电影史上，王家卫始终都是兼具争议性和关注度的重量级导演，一个让人爱恨交织的存在。成为王家卫十分擅长骗人。1996年，王家卫用一个故事将发誓不演同性题材的梁朝伟骗进剧组。你来到阿根廷为父亲处理后事，却在过程中意外发现父亲在当地有个同性情人，异国背景，亲人离世。探寻父亲另一面之外，更有侦探片的悬疑色彩。这样的故事吸引观众，更吸引演员。一向喜欢美国侦探小说大师劳伦斯·布洛克的梁朝伟，到了阿根廷才发现故事大纲是假的，父亲情节是虚构的，同性恋人却是真的，而主角正是他自己。为此，王家卫还留了后手，收走了梁朝伟的护照。1年后，春光乍现在戛纳电影节大放异彩，王家卫斩获最佳导演，梁朝伟也凭此片赢得了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。然而，作为女主角的关淑怡甚至没有出现在电影里。张晋曾调侃王家卫的电影是可以说有就有，说没有就没了。梁家卫的电影没有固定剧本，拍摄时往往只给演员一部分情节，甚至像关淑怡一样，参演的戏份全部删掉。这样的拍摄风格从王家卫执导第一部电影起便已成型。1986年，导演吴宇森的《英雄本色》在香港上映，不仅拿下了当年香港电影票房冠军，主演周润发也一举成为香港巨星。街上随处可见穿风衣、戴墨镜、叼着牙签的年轻人。
王家卫回忆道：“走出影院，仿佛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周润发。英雄本色的爆火，让英雄片大行其道。香港电影界纷纷跟风制作黑帮片，也为王家卫开启了导演之路。彼时，制片人邓光荣找到还在当编剧的王家卫，问他有没有兴趣拍摄一部英雄片。王家卫借机拿出曾被毙掉的剧本，一对20多岁黑帮兄弟的故事，也就是后来的《旺角卡门》。邓光荣问他：“干脆你来做导演怎样？”从没导过戏的王家卫一口答应下来。接下导演重任后，王家卫马上向亦师亦友的谭家明请教如何拍电影。对方告诉他一定要做分镜表。此时大红大紫的刘德华同意出演《旺角卡门》阿花一角。王家卫又敲定了从未演过戏的张学友演小弟乌英，和拍戏勤奋却始终被叫花瓶的张曼玉饰演表妹阿娥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电影呢进入了筹备期。然而王家卫呢却掉链子。那段时间呢，王家卫呢白天找场地、看服化道和群演沟通，晚上呢才有时间写剧本。连轴转的日子啊，直到了开拍前夜，可分镜表却还没有动笔。他安慰自己了：8点开拍，早上5点起来再写也不迟。一睁眼已经8点了。王家卫匆忙赶到片场，主演和整个剧组都在等他。经验丰富的张淑平呢，一边安排摄影师先拍大全景，一边让王家卫写分镜表。混乱之下，开机第1天上午终于拍了几个镜头。这一天，王家卫学会了2件事：一，找到了当导演的感觉，适应了没有剧本和分镜表的拍摄节奏；二，自己呢永远无法像喜欢的导演希区柯克一样，准备好剧本、分镜表和拍摄进度表等素材后再开拍。彼时，香港刚刚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没几年，即将回归的香港让未来充满了机遇和挑战，也让香港影业执着眼前的利益。民企1年拍摄10多部电影，投资的也源源不断。香港电影业如时速飙到极限的跑车，一路狂奔。那是香港影人的黄金时代，年轻，充满激情，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觉得了不起的事，人人都在谈论又拍了一个不错的镜头。在这样的时代，王家卫呢没有成为希区柯克式的导演，却成为了自己抱着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人的想法。《旺角卡门》上映后引起轰动，王家卫拿下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、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提名，张曼玉和张学友也分别提名金像奖最佳女配和男配。一时间，人人都在期待王家卫的下一部电影。制片人邓光仁乘胜追击，投下4000万港元。王家卫号召来了张国荣、刘德华、梁朝伟、张曼玉、刘嘉玲、张学友6大港星，投资到位，主演阵容豪华，黑帮爱情片吊足了港人的胃口。可王家卫却忽然偏离商业电影的康庄大道，转而向新浪潮鼻祖葛达尔致敬，一点点将剧本从黑帮片改成文艺片之余，王家卫呢还延续着自己的拍摄风格。他跟梁朝伟、张国荣、刘德华每个人都讲了一遍故事，但每个版本都不一样。主演们临到拍摄当天才知道台词，一场戏 NG 20多遍，然后就全部删掉。身处其中的演员们时常怀疑自己的演技，担心自己小命不保，不知道查27字地板的意义在哪里，甚至直到首映才知道全片的样貌。首映当晚，电影呢放映到3分钟，现场观众大骂：“谁是王家卫？退票骗钱！”成本4000万港元，收回票房900万港元。邓光荣急得心脏病发作住院，公司亏损太大，宣布倒闭。获奖无数的《阿飞正传》让王家卫成了香港电影圈避之不及的人。2部电影不仅为王家卫推开了导演的大门，更让他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个人风格。但务实的香港，狂飙的影业，王家卫如何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？异乡人，时代轰隆隆的向前，千禧年戛纳，王家卫用一部《花样年华》向世界讲述了一则过去的故事。在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时，王家卫说：“我并非真的试图拍摄一部关于1962年的香港的影片，我更想拍摄一部讲述我对那个年代的记忆。”在王家卫的记忆中，香港是异乡，而全居在香港弄堂里的上海人社区却有着家乡的味道。1963年，5岁的王家卫跟随父母迁居香港。初到香港，一家人只能租房度日。《花样年华》中狭小、热气腾腾的上海社区，这是王家卫长大的地方。王家卫敏感内向，不爱粤语，也不爱与人交流。父亲在尖沙咀经营着一家名为碧瑶的西式夜总会，母亲则是位痴迷电影的家庭主妇。彼时，尖沙咀一带有上百家剧院，每到下午，母亲便在小学门口等王家卫放学，两人吃一顿简餐，就去看3、4场电影，几乎天天如此。从那时起，王家卫看了大量的电影，片单实为庞杂，武侠、喜剧、好莱坞、华语片、邵氏电影无所不包。
记忆中，王家卫看到的第一部电影是希区柯克《电话谋杀案》的港版译制，剧情呢已然记不得，唯一的印象是镜头里穿着内衣站在浴室里的半裸的女人，母亲是王家卫的电影学校，而父亲则为他构建了一个文学世界。鲁迅、老舍、中国四大名著、海明威、蔡载智等作家均在其列。王家卫呢也读俄国文学、法国文学和拉美文学，其后的影片风格深受马尔克斯的影响。除了阅读和看电影，儿时王家卫养成了第三个习惯，就是观察。楼下做西装的裁缝总是很多外国海员找他裁衣服，为了赶工期，裁缝有时会用胶水把布料粘在一起。隔壁房间初到香港的上海作家，为了维持生计，从早到晚不停地写作，和太太看戏、散步便是最大的娱乐。保持着海派风格的母亲，坚持说是舞龙儿女，在家里通宵打麻将。这群住在香港的上海人，有着与港地结缘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共享的小厨房，爱吃葱花汤面和黑芝麻糊，穿着旗袍的母亲们，电台广播中周旋的花样的年华，在飘摇动荡的60年的香港，挤在香港弄堂里的上海人，却过着真空般安稳舒适的小日子。王家卫将这群异乡人搬进了自己的电影中。在《爱神之手》中，张震是楼下的裁缝，《花样年华》里的苏丽珍的旗袍，正是王母常穿的旗袍装束。周牧人的原型自然是隔壁卖文为生的作家。房东太太的麻将局是王家卫从小听到大的声音。王家卫的电影总能戳中某种道不明的情绪和时代氛围，也正是这种模糊、潮湿、雾气茫茫的记忆，让出众编剧的王家卫很难将记忆诉诸文字。整个80年代，王家卫总共写过13个电影剧本，却始终与当时香港影视圈的速食节奏格格不入。1981年离开 TVB 后，王家卫投身电影圈，经人介绍加入了如日中天的新艺城影业。然而没多久，负责人施南生就发现有个叫王家卫的编剧领了2个月工资，却从未露面，却没交过一个剧本。老板黄百鸣得知后训诫王家卫：“我也是做过编剧的人，搭过车我只用了48小时，最佳拍档也不过写了1周。你怎么可能告诉我3个月还写不出一个剧本出来呢？是不是个借口呢？所以这样呢，我还没炒他鱿鱼，我说好了，我给你3个礼拜回去马上写出来。极限到了，我说剧本交了吗？他交了。我说怎么样？他回答我4个字：废纸一沓。当时香港编剧大多集体创作，5、6个人围坐一室拼段子，1、2周就能赶出一个剧本。可王家卫讨厌办公室，喜欢在咖啡馆独自创作，几个月时间才能出一个剧本。被邢一晨辞退后，王家卫在规模比较小的影视公司永嘉当编剧。这次在咖啡馆写了9个月剧本后，王家卫终于交稿了，可对方却说：“你才写完，我们已经在拍续集了。”王家卫这次失业了。此后，王家卫成了编剧圈有名的脱稿大王。但幸运的是，这圈内尚有1、2好友赏识他。在好友刘镇伟的担保下，王家卫加入了影之节。这次他一改以往作风，很快拿出了剧本《江湖懂虎斗》。这部电影为制片人邓光荣赚了1500多万港元，也让邓光荣拍板做了一个让他此后既明智又后悔的决定，给王家卫更多机会。毁誉参半。1993年，刘镇伟仅用了27天拍出贺岁片《东成西就》，该片斩获2000多万港元票房，跻身当年香港10大票房电影。然而，这部电影却被他称为最恨的一部片子，因为这本是为帮好友王家卫收拾烂摊子拍的。3年前，因《阿飞正传》票房惨淡，王家卫在业内几乎身败名裂，唯有好友刘镇伟站在他身边。1992年，2人共同创立泽东电影公司，王家卫也开启了创作型导演之路。为了让新公司站稳脚跟，2人约定各拍一部古装剧，互为监制。王家卫选中《谢灵运传》中的东邪西毒，向金庸买下版权，计划拍摄他们年轻时的故事，定名《东邪西毒》。90年代初，香港电影警匪片大行其道，彼时只要请到大牌演员解决境外发行，陶准就愿意投钱。尽管王家卫不仅反其道而行，拍摄古装片，还背上票房毒药的名声，仍靠强大的号召力召集了林青霞、张国荣、梁朝伟、刘嘉玲、张曼玉、王祖贤等一众当红演员。刘镇伟顺利拉来了投资，并承诺影片于次年贺岁档上映。王家卫带领一行人远赴陕西榆林沙漠拍摄，刘镇伟则留在香港。为了展现的明亮，王家卫却不给以往的风格。拍摄期间，他边拍边给剧本，
寻找把金庸小说解构成后现代电影的方法。在王家卫拿着投资方的钱，独自一人头脑风暴时，演员们在沙漠中无事可做，只能靠嗑瓜子、打扑克消磨时光。演员们呢，不清楚故事大纲，也没有剧本。3年半，在香港，在敦煌，在宁夏，所谓那种投入，不单是时间，而且是精神，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。从第一天进组，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叫王耀司，但是呢，也不是金庸小说里头的王耀司，是一个在沙漠里头老喝酒的一个人。而且这个人呢，虽然名义上是一个剑侠，但是他做的不是一个剑侠做的事情。导演是不说戏吗？连剧本都没有说什么戏，剧情怎么发展下去，大家都不知道。类似重复的镜头数不胜数。刘镇伟第一次去探班时，看到王家卫在拍欧阳锋杀人的戏，觉得效果不错，便放心返回。几周后，他再去探班，发现拍的仍是同一场戏，他以为是补拍，直到第3次前往，见剧组人还在磨同一场戏。刘镇伟呢，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时间紧迫，贺岁档期不容有失，为兑现对投资方的承诺，刘镇伟不得不临危受命，召集原班人马，在极短的时间内赶拍出风格完全不同的《东成西就》。那是逼出来的，也没办法，王家卫那个东邪西毒赶不来。这部救急之作意味成为了票房黑马，也为泽东公司闯过生死线。但《东成西就》赚的钱很快就贴补到《东邪西毒》中。拍摄《东邪西毒》期间，王家卫还抽了2个月回到香港，拍了一部《重庆森林》。1995年，《东邪西毒》和《重庆森林》同步上映，加上此前的《东成西就》，3部片子让泽东公司闯过了生死线，而王家卫也在独创的美学体系中越走越远。王家卫拍摄的片子不算多，但每一部都有几段让看客们津津乐道的花絮，某种程度上，蔡澜的那句评价可谓中肯。而王家卫也成就了许多人。在拍摄《旺角卡门》前，演戏对于张曼玉而言意味着做夸张的反应，大喊大叫，蹦蹦跳跳。王家卫发现他很擅长的用肢体动作表演人物内心。他告诉张曼玉，你如果想表现悲伤，就需要先忍住，不能直接哭出来。旺角卡门最后的一场告别的哭戏，让张曼玉摘掉了花瓶的标签，也让他决定将拍电影作为自己的事业。王家卫深知每个演员的强项在哪，就要做重点放大，让他一出场时就能吸引大家的目光。2023年电视剧《繁花》即将播出，甚至来看到预告片惊呆了。荧幕中的李李是他不曾见过的美。王家卫也因为这部剧再次身处风口浪尖，从业30余年，有人爱王家卫，有人恨王家卫。对于他的作品，有人直言看不懂，也有人大加赞赏。跌跌撞撞，风口浪尖，绕开人品，大看成果。他确实穿过了几个电影周期，始终在创作。即便刻薄如王晶，也不得不佩服王家卫的勇气。那是一条很艰辛的路，让我走，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勇气。只不过如今呢，关于王家卫的创作又有了新的、更复杂的讨论。从为了艺术炸伤的蔡国强，再到木槿导演的陆一门，给王家卫们提了个醒：观众呢，永远不会为虚假的艺术买单。曾经拿艺术当遮羞布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。欢迎朋友们点赞订阅，我是猛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